我本是存在宇宙中心的一颗超巨型黑洞，在过去的100亿年里，我吞噬了无数的恒星，直到某一天，我所在的宇宙坍缩了。当我再次拥有意识时，我发现自己转生成了修仙界的一名婴儿。作为曾经的黑洞，我对人类幼崽的身体感到非常不适应，因为我习惯了吸引一切，而人类却需要向外表达，所以从出生起，我从不哭闹。对于我这种极其安静的性格，林家上下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更多的是心疼。渊儿如此安静，定是胎力不足。以后爹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护你一世周全。渊儿，把手放上去，深呼吸，感受天地灵气。测灵石被吸干了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绝脉之气，无法留存一丝灵气？我有些心虚地收回了手，没敢告诉他们，刚才我只是习惯性地吃了一口。那块石头的能量，连一颗最小的陨石都不如。没有灵根又如何？我林家家大业大，就算渊儿是个凡人，爹也养你一辈子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我决定学习人类所谓的修炼。渊儿他好像不是不能修炼，他是个无底洞啊！此事列为家族最高机密，对外宣称后院阵法失控。渊儿以后修炼，必须去家族地底的绝灵阵里。在家族的疯狂投喂和严密保护下，我长到了16岁。这10年里，没人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修为，因为我的体内就像是一个真正的黑洞。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渊儿啊，外面的世界不比家里，人心险恶。但我们林家是名门正派，讲究的是以德服人。记住爷爷的话，出门在外要学会包容万物，遇到别人挑衅，能讲道理就讲道理，要懂得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明白吗？爷爷放心，我一定会和他们好好讲道理的。滚开！这聚仙阁的2楼今天被我们狂刀门的少主包了。哪儿来的土包子？没长耳朵吗？我在吃饭。如此。我的手！你这人怎么随便把垃圾往别人嘴里送？主子感染，竟敢废我狂刀门少主！今日老夫要将你抽魂炼慧！
给我死！既然你们非要打断我吃饭，那我就给你们讲讲道理吧。元婴期强者的权力已经就这么没了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爷爷说要包容万物，爷爷还说要大事化小。最后小事化了。掌柜的，大仙饶命，饶命啊！不好意思，刚才讲道理耽误了点时间，这只鸡冷了，能麻烦你帮我热一下？人类明明教我讲道理，怎么我讲完道理，他们又不理人了？范姐，另外，打坏的桌椅，还有刚才那几个人弄脏的地板，也一并赔给你。天塌了！狂刀门少主和三长老被人抹除了。那少年到底是谁？那是何等等法术？没有灵气波动，没有结印。狂刀门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云州城要化作修罗场啊！渊儿，咱们林家虽然讲道理，但若是真遇到那种不讲理的仇家，切记不可妇人之仁。正所谓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要打就要把他全家全宗门连根拔起，过骨扬灰，不留后患。狂刀门剩下的个体一定会产生名为愤怒的情绪，然后源源不断的来找我，或者去找我的家族。这是一种极其低效且浪费能量的无限循环。二叔说的对，必须斩草除根，这样麻烦就永远消失。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门主，少主和三长老的魂牌，就在半个时辰前，突然就蒸发了。放屁！儿身怀重宝，三长老更是元婴出体的大修士。门主，云州城传来急讯，少主和三长老在聚仙阁被一个自称姓林的16岁少年捏成了一颗黑色的坯子，然后弹成灰了。好一个姓林的少年！传我宗主令，敲响震天钟！怎么回事？门主，你看外面！你就是那个杀了我儿的林家小畜生！纠正一下，我没有杀他，我只是将他身体的原子结构进行了高密度重组。从质量守恒的角度来说，他还在这个宇宙里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形式。装神弄鬼，借万人击灭大阵！能量的分散度太高了，超过99%的能量辐射到了无用的空间里，效率连一颗即将熄灭的白歹星都不如。局部重力常数修改，质量机械开启。这不可能！二叔说过，连根拔起。我的身体！不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大仙饶命！
我匡道门愿举动臣服。我叫林渊，一个讲道理的散修。至于臣服就不必了。二叔说过，斩草要除根。林渊。斩草除根的任务完成，道理也讲清楚了，该回去吃饭了。不知道聚仙阁的厨子会不会做糖醋排骨呢？碳水化合物与氨基酸在高温下产生的反应，确实比单纯的灵气吞噬要美妙得多。没了！千丈高的断天峰，连同地下的极品灵脉，全凭空消失了，连一滴血、一块碎石都没留下。这到底是哪位真仙下界降下的神符？大哥，消息确切，狂刀门的少主死在了云州城，狂霸天肯定会把怒火发泄在我们林家头上。实在不行，我拼死护送渊儿离开。你们开启护族大阵，拖延时间。我林家虽不如狂刀门，但想动我的乖孙，老夫就算自爆元婴，也要崩掉狂霸天几颗牙。爷爷，二叔，大晚上的你们不休息，是在进行某种集体能量消耗仪式吗？渊儿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外面现在兵荒马乱的，狂刀门可能要来寻仇了。他们不会来了。渊儿，你不懂修仙界的，他们真的不会来了。二叔，我按照您的教导去讲了道理，并且把他们斩草除根了。这是什么？狂刀门啊！渊儿，爹知道你想安慰我们，但这玩笑可开不得。狂刀门有3000弟子，千丈高山，怎么可能是一颗珠子？你刚才说这珠子是什么？狂刀门的断天峰，加上他们的人和宝库，我把他们连根打起，然后进行了一点物理压缩。对了，爷爷，里面的宝库我没完全粉碎，留给家里当零花钱吧。爹，渊儿他……渊儿做得对，不愧是我林家的好大孙，这草除得好，除得妙。以后出门，谁要是敢惹你，你就继续这么讲道理。对，渊儿这连根拔起的功夫，深得二叔真传啊。人类的情感虽然复杂，但也挺好懂的。吾乃太一圣地虚空尊者，林家家主何在？交出抹除断天峰的空间至宝，本尊可留尔等全尸，否则本尊便将这方圆百里化作空间乱流，让尔等永世不得超生。前辈，我林家根本不知道什么空间至宝。哼。我的耐心有限，在我的虚空领域内，我就是这片天地的绝对主宰。
我就是世界的中心。10息之内不交出至宝，林家鸡犬不留。你刚才说你是世界的中心，不错，在这虚空领域之内，本尊的意志便是法则。本尊所在，即是万物中心。你的质量太小了，即便你把体内的灵力全部转化为质量，也达不到形成引力中心的标准。你的空间扭曲率甚至不到0.0001%。这种程度的空间折叠，就像是在水面上吹起了一点涟漪，根本不足以被称为中心。庶子狂妄，敢嘲笑本尊的虚空大道！既然你找死，本尊就先将你放逐到放空间乱流中去。渊儿，快跑！渊儿啊，咱们林家是礼仪之邦，别人来做客，我们要以礼相待。但如果客人不讲理，砸了我们家的东西，那就不用客气，直接把他扫地出门就行了。母亲说的对，砸了东西的恶客应该扫地出门。引力场逆转，局部逃逸速度赋予。什么？啊！这是什么力量？救命！母亲，他弄坏了院子里的假山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把他扫地出门了。渊儿，你把他扫到哪儿去了？按照他现在的加速度，大概再过3万年，他就能飞出这片星系了。都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化神期修士飞升吗？走，爷爷带你吃点心去。其实，如果他刚才不打扰我看蚂蚁，我本来可以只给他第一宇宙速度，让他绕着这颗星球当几百年卫星的。卫星是什么？就是挂在天上，晚上会反光的大石头。